是的，台湾是中国的，但是现在共产党他插不进去手呀，所以我就觉得是通过交流能互相理解一下的。钟明轩第一集的时候，其实他对大陆还是有点警惕的，包括他在影片里他也说过，他在那聊两岸议题，旁边的人会监控他，然后举报他，结果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等到他第二次的时候，感觉他的状态就是比较轻松。然后第三次他去东北参加两岸的婚姻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大陆人平常很正常的家庭那种互动，但是他就觉得陌生，但是也很温暖，因为骨子里面的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些思想其实是可以感染人的，他就找到那种归属感。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钟明轩从一个大陆人观察，从他第一次就是来大陆行，然后到现在的一些变化。其实你看他第一集的时候，他跟司机啊，或者说他的一些表达方式，其实他对大陆还是有点警惕，有点想保持距离那种感觉。你是你，我是我。虽然他表现得很有礼貌，或者很客气那种。等到他从大陆回到台湾，被民进党侧翼那些攻击了以后，他当下其实是很崩溃的，对吧？他就开始反思，他也出了一个视频，他自己也讲了，是不是我这次中国行啊，就是应该要告诉所有的台湾人，中国有多可怕这样的。因为他第一次来的之前，他其实自己是有预想的，因为他长期在台湾那种媒体包括环境，即便他是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有一些你周围环境给你认知呀，多少会对自己有一些影响。他也会想，哎，大陆是不是真的很不自由？包括他在影片里他也说过，他说他在那聊两岸议题，旁边的人会监控他，然后举报他那种，结果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等到他第二次的时候，他感觉他那个状态就是比较轻松，就有点自来熟的那种啊，包括他跟我们这边大陆的一些朋友啊互动那种感觉。然后等到第三次他去东北参加两岸的那个婚姻的时候，可能有的人觉得啊他在演戏或者怎么样，但是因为我看了他很多影片，他从13岁开始，你看他影片那些背景啊，包括他跟家人一些互动，其实他是个从小真的是很缺爱的一个人。他为什么会对着镜头讲那么多的话，其实就是因为他从小跟家庭关系不好，因为我也是家庭关系不好的人，其实我某些东西我会跟他有点共情，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跟家里人讲很多心里话。你知道人小的时候都会有那种希望得到被关注被关爱的那种感觉，所以他没有渠道，他就拼命的拍视频，然后逐渐的就是面对着镜头把自己一些心里话想讲出来，反而他可能对平时朋友有些的时候不太容易讲出来，这已经变成他的一个意识一个习惯。因为他以前你包括他表达出来，他说他以前就喜欢那种特别自我，然后自己想干嘛干嘛，他从来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然后其实你包括他去东北那期，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大陆人平常很正常的家庭那种互动，但是他就觉得很陌生，但是也很温暖的感觉。然后他感受这个东西以后，他觉得他其实骨子里面的那种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那种传统的一些思想其实是可以感染人的。包括你像馆长那个人，他以前也是很绿的人，通过这个黑悟空，然后看到很多的外国人说我们中国呀怎么样，其实他因为你说的跟我们是一样的语言，其实你自己骨子里那个基因也会让你觉得哦，就有与有荣焉的感觉。所以说你看他包括他用词，他第一次都是中国人怎么样怎么样，第二次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有变化了，因为他被攻击了以后，其实很多大陆的网友去挺他，除了就说他觉得哎他是一口一个中国，骨子里面还是个毒，但是大部分大陆的人就哪怕是小粉红，就哪怕那武统派的是不招人讨厌，因为他没有抹黑我们嘛，也没有说对我们不友善嘛，只是立场不一样，他也没有说哎你们中国人就是恶心，然后说来诬陷我们，也没有。其实他这个人抛开政治立场，这个很有礼貌很有修养的一个人。然后到后面的时候，他感受到中国式的这种家庭温暖，他觉得他原来不需要，然后他突然感受到他从小没有感受过的东西，他就找到那种归属感。其实还是有的，有一些就是因为媒体就是民进党从疫情开始一直就是在制造两岸的这种敌意，到现在其实都是在网络上。你要是我们真的生活中碰到一个大陆人，我碰到一个台湾人，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好好沟通。你包括钟明轩这样的人，我就觉得大家应该对他宽容一点，包括我们大陆人。我不喜欢太多的阴谋论，我觉得他愿意来了解我们，而且人家都是自费来的，就算大陆人请他吃顿饭又怎么样呢？就是都成了朋友。有一天你去台湾的话，你们都是朋友的话，他也可以请你吃饭呀，对不对？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嘛，没有必要去想的太复杂。然后你看他后面对我们的就是称呼都改了嘛，就是大陆。其实我有给他私信留过言，他有回复过我。然后其实我感觉就是他是个挺会照顾别人情绪的，因为他知道我是大陆人，所以他跟我说我们这边的事情，他都是说大陆，他没有说中国的。所以包括他几趟来我们大陆经历的这些事情互动也好，这就是一个交流的一个成果呀。所以我觉得不管现在政府怎么样，我觉得就是我们民间交流的话，就没有必要去上纲上线那么政治化。而且我就觉得，其实像刚开始我翻墙开始的时候，我也不停的是在骂台湾的政府，就是真的看不顺眼。其实说实话，也慢慢的能理解你们，因为是的，台湾是中国的，但是现在共产党他插不进去手呀，他管不了里面的事情呀。
呀，对不对？就是台湾里面乱七八糟那些事情他管不了呀，他只能在那说话呀，说话他也解决不了问题。那很多那些台湾的人在里面，他肯定就是说一句直白的话，就是两面人。他在台湾他有生活，他必须要说一些假话，或者说他不能做一些事情。那他到大陆来，可能他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是因为迫不得已，有些人他就是很恶心，就是两面人。就比如说像波特王那种人，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生活在台湾呀，所以我就觉得是通过交流能互相理解一下的。所以我觉得钟明轩蛮好的，就是我也希望大陆我们这边的人其实对这样的台湾人要宽容一点，真的。其实说实话，政治上的事情我们都无可奈何，我们也做不了主，对不对？但是这个平台的话，我们虽然也吵过，我跟律师哥也吵过，那吵过又怎么样？吵过了就过了嘛。不是说一家人一家人，那吵了过了就过了，那互相就不要计较了嘛，对吧？毕竟我们都是同民族的人，都是中国人，就没有必要深仇大恨那种的。我觉得也蛮好的。通过网络，其实有很多台湾就帮了我不少忙，说实话也蛮热情。我这边提供另外一个思路给大家参考。我非常不能认同，每次政府在讲爱台湾，可是问题是放任有一些人用，譬如像垦丁世界不常被拿出来批，有没有？就说哦，你看什么盘子架什么什么东西，我甚至怀疑说青鸟还是民进党后面有些人啊，他们是不是拿了日本旅游局的好处？因为他怕钟明轩介绍以后来讲的话，大家有兴趣就想要去大陆看。那其实你想想看，你会压缩到谁的利益？其实会压缩到旅游业者的利益。那世界各国都在抢旅游资源，所以说你看，如果说钟明轩去以后来讲的话，其实绝对不会被统战啦，你回来也不敢讲统一啦。可是问题是你回来会跟大家讲说，大陆的旅游也不错，可以去那边看看。那假如说你今天身为家长，我暑假就那么多天，我只有那么多钱，那我一定会挑一个最好的方案。那你看大家其实只要冠上这种，就是有点像以前白色恐怖那个东西，就把大陆那种政治氛围批得很黑，大家就不敢去碰。你不敢去碰了以后来讲的话，你就会往另外一方面他们所推荐的东西去推。也就是他可以思考到一个问题是说，我是觉得有一些一般民众去批钟明轩这种事情啊，你不讲我还不知道钟明轩最近又出去了。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反而是他这样批的原因，就是因为让老百姓去说，我如果说我的旅游景点想要参考去大陆的时候来讲的话，因为他们这种政治事件的一种弄东西，他说好，那这样的话，那我干脆去日本好了。就像说，我搞不好我暑假我想带我家人去垦丁玩，就被丢一个新闻出来说，垦丁很多砍盘子的地方好，然后你会发现另外一个留言说，那还不去日本，还不去冲绳。我就觉得说，有时候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搞不好是有一个另类的想法。有时候其实与其说他是阻止大家恐攻跟什么样，搞不好是因为台湾的旅游的产业链已经比较偏向于日韩。如果中国进来竞争，可能竞争不过，所以就只能用泼脏水的方法，东西为了急啦。你会发现到，其实如果长期来去看民进党操作来讲的话，他如果刻意去用一种我们匪夷所思的东西去斗一个人跟斗一个东西的时候，搞不好不是我们表面上讲说反正他就逢中必反跟什么的，搞不好是他背后的选民还是支持者，他们的产业链你踩到他的蛋糕，然后他就只能用泼脏水的方法去阻止你。